我们在这一节会接续的，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谈到强烈的情绪会伴随着非常明显的身体或生理上的这个反应。那么心理学家很多的学者也就在继续的追问到说，那么究竟不同，因为我们感受到快乐、悲伤、生气、这个愤怒等等，那这些不同的情绪是不是会跟着伴随着不同的生理反应形态？这样的一个议题在过去其实引起了很多心理学家的争议那么我们其实在即便到了今天那么多的这个年之后都很多的研究之后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到一个最后这个答案在差不多19世纪的末期、20世纪的初期最早是有我们号称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跟在丹麦的一个心理学家这个Carl Lange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就会强烈的认为说，我们身体上的反应也就是说，尤其是自主神经的这些激发，它可以区分不同的我们情绪的这个状态James 会说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悲伤或者觉得伤心，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哭泣了我们这个泪腺分泌的很多。我们会感觉到生气，是因为我们要做出一些攻击人的这个行为就是因为你生理上的反应呢，让你去打击的对方，让你感觉到这个生气。我们感觉到害怕，是因为我们开始颤抖这个汗毛直竖，身体不禁忍不住的会这个因为害怕而颤抖。所以是因为这些颤抖、这些生理上的反应呢，让我们感觉到害怕等等所以他们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由自主神经所带来的，不管是你的内脏的这个器官、你的消化系统、你的呼吸、心跳、血液，乃至于你的骨骼、肌肉各种的这些反应这个由自主神经的各种反应所造成的身体上的器官，还有这个肌肉、骨骼的变化等等，这个是制造或者是产生我们对于情绪不同的主观经验的主要来源。所以James 跟 Lange 的看法大概就可以我们从这一张很简单的一个示意图来表达。也就是说，外来的刺激来了之后呢，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或者原因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呢，引发了我们生理上的唤起，然后跟这个特定的情绪有所连接，然后接着才决定我们主观的情绪的经验或者是情绪的这个感受但是我们要说在当时我们说这个观点呢是引起很多的这个争议的比如说美国的心理学家 Walter Cannon 他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他至少提出3点来驳斥或者是反对说不同的自主神经激发的形态可以来决定或者区别我们情绪的经验。比如说他说这个因为我们内在的这个器官，我们由这个自主神经所控制的各种内在的器官，肠胃啦、心跳、血液等等，他们其实在神经的分布上面并没有敏感到说它可以很快的帮我们来去区分到底是哪一种情绪的这个经验。那第二个反对理由是说，即便我们利用一些人工的方式来去造成这种内在器官或者是自主神经系统的这个变化，譬如说在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注射这个肾上腺素让你整个心跳变快，血流这个变快这个呼吸变得急促，但是这些大约只能够制造出一种类似情绪的状态 as if 的这种 emotion 这个状态所以你去问当事者，当你给他注射这些药物的时候，他会说我好像感觉到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平时并不能够非常具体而且确切的讲出来他到底经历到了什么样的情绪经验那最后就是说即便是很多种不同的情绪经验，它也有很多类似的生理上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呼吸变急促，然后心跳加速，恨不得要把对方整的好好的 K 一顿可是同样的，我们心跳加速这个呼吸变得急促，在什么时候也会发生？当你看见让你这一见钟情，或者是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你心爱心仪的对象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类似的反应。
所以当你心跳变快，你的呼吸变急促的时候，那你到底是生气呢，还是在表达一个爱慕的这个情绪呢？所以这个就是再一次的显出来，说好像这种自主神经系统所产生的所带来的生理上反应，不见得能够精准的区分不同的情绪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在心理学里面有相当多的这个争议到今天我们都还不敢讲说我们已经有了最后的答案不过在最近的一个研究1990年在 UC Berkeley 加州伯克莱大学任教的这个 Levinson 教授跟 Ackerman 还有 Friesen 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倒是比较支持 James 跟 Lange 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他们的方法是透过这个脸孔肌肉的这个运动来去模拟各种不同的情绪状态大家如果记得我们前面肯定介绍过 Ackerman 是很重要的研究这个脸部表情的当代的心理学家之一那么他发现，当你用这些脸部的表情，让这个受试者或者是参与者变得比较生气，或者是害怕，或者是悲伤，或者是这个惊讶，或者是觉得厌恶的时候，他们去观察他们心跳的速率跟这个身体表面的温度的变化。那就像我们这张图所显示的你可以看到，在生气的时候，心跳速率会增加。而且身体的表面的温度也会跟着增加。可是当你在害怕的时候，虽然心跳的速率也会上升，可是体表的温度却是下降，有点像我们讲的出冷汗，造成一种冷的这种感觉的汗毛直竖的这个效果。那么悲伤的时候又有点类似心跳也会稍微的比较增加，但是体表的这个温度会下降。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快乐的时候，心跳速率不会增加那么多，然后体表温度虽然有下降一点，但是没有下降那么厉害等等所以从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的确虽然自主神经的反应也许不能够完全的非常100%的充实的代表不同的这些情绪反应，但是他们似乎某种程度上会跟随着不同的情绪的经验出现不同的反应的形态。那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其实真正决定我们不同的主观的情绪的经验，其实应该是我们大脑的认知的评估的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生而为人我们面对的社会的环境、人际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那有些情绪的反应绝对大概是很难由我们这种比较讲起来是比较广泛但是不是那么细致的这个自主神经的反应都能够非常清楚的把它区别出来，反而是我们在认知的评估上面能够更做这些更细腻的不同的情绪的分辨。